那么昨天在立法院，李进勇中选会主委他说国民党叫做组织性犯罪，因为国民党有委员说你过去当法官的时候也叫书记官这个意思就是伪造文书了那徐宇珍说你当时呢叫书记官呢假造笔录的日期然后呢当时呢这个李进勇是1985年1月13号之前没有开庭那因为他怕拖延审判影响考绩，从甲等降到乙等，奖金会短少3万多，所以呢就叫书记官篡改日期然后呢为什么当时要改日期？当时是不是伪造文书？那如果是伪造文书，当时有没有被搜索？那我想徐宇珍的意思就是说，伪造文书当然是不对没有人说伪造文书对，但是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去搜索嘛，去这个扣押别人嘛拒绝这个接近，就跟人家别人的会客等等之类的那中选会李进勇就说，不要承认东西，我当时已经被判无罪了，没有说我有罪然后呢，你们这个这样讲也无助于掩饰组织犯罪那当然这个国民党就很生气嘛就是说呢国民党是组织犯罪，你现在检察官这样讲民进党立委这样讲，你中选会主委你不能这样讲别人都可以讲，民进党因为攻防政治上他也怎么讲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你中选会主要很中立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一副也跟民进党一起唱和，就叫组织性犯罪？然后你们都讲好了吗？都已经讲好了因为伪造文书很少这样搜索的，但他把你当成黑帮组织性犯罪，他检察官就可以这样在各地搜索那所以问题就来了，说李进勇可以这样吗？你又以为你是法官可以宣判吗？那另外呢，吴宗宪委员呢是说，这个调查局现在把这个伪造文书列为选举之后的奖赏，所以呢，这个检调人员就积极的去查因为有续奖嘛，搞会升官发奖金那这个陈百利就说呢，现在的确有人集体作弊，不是集体，就各地都有了。所以以前因为国民党问说以前伪造文书有这样吗？那陈百利说以前也没有这么大规模那其实国民党可以访问，以前有这样大规模的罢免吗？也没有对吧？这也是第一次那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现在有11个人被起诉，37个人缓起诉人还不少而且呢说呢，这个台南市有人去抄党员名册呢，因为抄很费劲，一份给3块或是2块都有了，有的给2块，有的给3块就找他们的甚至家人亲友或是党工去抄了那说呢，这个有的这个抄了600份，有的抄了307份等等那另外呢，这个台南市的罢免领头人包括呢胡永荣跟王家珍议员，就说呢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罢免行动你就起诉好了那另外呢，这个赖以任跟李孝亮昨天又被这个北检传去2次传去了那本来他们的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又第2次传去，那到底问了他什么，他们不讲这个会后呢，记者围着他们他们讲检察官为什么把你2次传去，他们一语不发，快闪大概检察官讲不要在外面乱讲，出去以后呢，我现在没有把你们压起来，出去不能再讲把你压起来可能是这样讲他了，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出来都不讲话那另外呢，国民党的这个代理主席戴喜庆，因为黄旅被压了嘛，他就政治气氛肃杀倒退，现在很多的党工都萌生退役了，因为党工觉得我就一个月拿这么一点钱就当个党工然后搞了个半天还来追杀我，可能被压所以呢想退了，算了，不如归去。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不讲？这40年前的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李进勇主委不能自己一套，就怕伪造文书检调小案大办虚侦，拿出40年前旧案的李进勇，却直接以组织犯罪反击，看来蓝眼里违背无罪推定。尤其是中选会，它应该是超然独立的机关，竟然已经好像当做自己是法官，已经定罪了国民党，这不就是妥妥的绿色恐怖？毕竟检调这么幽灵年数陆续搜索地方党部，本周起国民党中央除每天早上开直播，随时迎接检调，登门搜索，也要教党工到时该怎么做。最近发生了，他们在搜索的时候，他叫大家把手机交出来给他检查，这个都是违法的。他今天不是受搜索人，不是在搜索查扣范围内，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应该告诉我们各地方党部的党员。7号下午，国民党中常会检察官出身的立委吴宗宪以弱检调敲门为题，教党公职如何因应。组长组织系统的立委徐仁听得很专心。这个检调真正来搜索中央党部的话，我们也会立刻召开国际记者会。接连不断的搜索约谈，此刻山雨欲来，蓝营严阵以待。来，自由委员。我想
我们就事论事，依法论法。那国民党就说啊，你们就是政治追杀，这就是不同的角度。那我们来看，就是你从台北、台中、高雄、台东，都有伪造文书使人联署，这个不就是事实吗？事实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国民党一直觉得说这是政治追杀，好像都是民进党的错，不是国民党的错。那我其实我在这边讲过高虹安的例子那时候好像也是淑慧还是谁，就说一直替虹安在辩说他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其实我那时候立场跟现在一样。事实上，我也私底下跟他建议过，就是认错、检讨、改进、还钱，没有犯例请求轻判。他今天不用被判7年。好，我觉得事情对就对，错就错。那错也许是小错，那小错也许不是说真的要那么严重。那你只要认错、检讨、改进、还钱，没有犯例请求轻判，也许他今天可能是缓刑。那今天伪造文书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就你今天伪造文书是事实嘛？那当时很多人，比如说这样子抄，会觉得说我贪图一时方便，便宜行事，而没有说真的有那么重的犯罪的意思。那你今天比如说朱立伦，比如说国民党比较大的头，你就起来说伪造文书的确是错误嘛，但是呢，大家并不是说有那么恶意去犯罪嘛，那也是一样嘛，认错、检讨、改进、请求轻判，我觉得这不用每一个都要去交保，不用每一个都要去收押。但是你现在就说这国民党民进党都是政治追杀，这个国民党都没有错，都是民进党的错。那你被抓去问的时候，你又通通不认错，那不认错，或者是你背后有谁指使你？像那个谁，那个台中那个基隆那个处长，不是手机有删掉那个赖的讯息的吗？背后到底是谁？你就老实的讲，就有一个担当嘛，像那个朱立伦这样子的，像上官兄还敢出来说，你罢免联署帮我带头出来，朱立伦有声音吗？你至少有一个立场，有一个表态伪造文书是错的我们就认为这不对，但是呢，事实上认错了该认错你只要认错，法官看你有犯例轻判都有可能，那就不用这样子一直要延烧下去。所以我觉得你说政治追杀，其实我认为就是说错就错，你只要认错，不会有继续查办那么大的幅度。那你自己不认错，那当然我如果是检察官，你又不认错，我当然继续查。我想我们并不是政治追杀，而是对就对，对错就错使人联署、伪造文书就是事实。淑慧。我觉得徐委员如果你不记得的事，就不要乱点名我从来没有在这里帮高虹安辩白过什么所以你不要说我帮他说他那抱歉，因为我那时候对你抱歉就好，不记得就不要乱说。有几位国民党。另外根据中选会的公布就在这里嘛，就是根据死亡联署的比例跟合格率的比例大概是8:1就是8成是合格的大概1成多是死亡联署，那其他的瑕疵联署那代表说还是有8成是认认真真合格的联署，那大概有1成是有一些人便宜行事去大概真的做了一些这个抄的所以有一些死亡联署。但为了要抓出那1成的这个便宜行事去抄的联署，大家知不知道那些调查人员或检察官他要怎么样？他要一个一个去查对，一个一个去输入去比对那要浪费我们不是浪费，要耗费我们的检察官跟调查局人员非常非常庞大的人力，然后再去搜索，再去约谈所以我们全国各地方只要有罢免立委的地方的检察署跟这个调查局的人员，他们大概都没有心思办别的案子，都在把人力都耗费在办这一些案子，所以他们没有心思去办这个诈骗的案子或其他的刑事案件了。超市的案子有在办吗？大家有在听到办超市的案子吗？没有了诈骗的案子有在办吗？也好像没有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内湖有一对母女被诈骗，然后母女想不开的案子我们的内湖分局的派出所出动好几波人马，好不容易抓到好几个车手，最后5万10万交保了，把人逼到死，然后最后我们警察局派出所的人力很辛苦的去抓到车手，5万10万那几个人全部交保了。可是我们的地检署、北检到处去收押党部的人，
羁押不成，继续抗告，一定要把人羁押到，就是因为这个罢免联署，不是只有北检、基隆、台中、台南，全部的地检署，全部调取人力，全部都在比对这个罢免的名单，尤其是罢免立委的名单。不是说你不可以查，不是说他们没做错，都对，但是人力在查案件的时候，查洗钱案、查诈骗案、查贪污案的投入都没有这么投入，连查虐童案都可以交保，但是查这个罢免联署、伪造文书，哇，倾尽全力，然后羁押不成，再继续抗告，一定要把人羁押到。张渊祥人家认罪了，交保，基隆地检还要再抗告，抗告被高院驳回哦，驳回还告诉基隆地检说你不得再抗告，不行不爽，再去搜索张渊祥家里，然后说我有新事证，再羁押，全部的心力，全部各个地方的地检署全部投入在这个案件，都没有别的案件。前几天我一个选民他在 ATM 提款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个疑似车手，因为对方拿了一叠提款卡，不断的领钱，领了一堆。他说疑似有100多万，15公分，他就打电话问我说要怎么办。我说你赶快报警，这应该是车手。结果警察局接到报案以后，跟他讲说那个车手已经走了哈，我们找不到人，是这样吗？不对吧？难道我发现有一个杀人案件打电话报警说凶手已经走了，警察局就不查了吗？不是这样吧？所以我们的到底检调查案子的重心在哪里？全部都在罢免吗？不是吧？人力是有限的。当我们全国的检调都在查政治案件的时候，就没有心力去查诈骗案件了。谢谢再回来。好吧，这个各地检察官现在起码6、7个地方哈，去这个搜索啦，党部啦，或是声押哈，那相关人士了哈。那到底哈，检察官有没有越权啊？那检察官有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调查局有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哈？那这2天在立法院也在辩论了。好，来，刚刚民进党的委员说依法论法，依法论法的话，李进勇应该要下台了啦，民进党要把他换掉了，因为按照我们中央选委会的组织法。主委应该要超出党派独立运作了。结果今天李进勇可以讲出民进党的风向。我去查了，有讲国民党组织犯罪的官员跟或者是司法人员，没有人讲过这句话，只有一个人说过，就是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他讲国民党是组织犯罪，中选会主委居然就附和说国民党组织犯罪，那你这个中选会主委，你还有在独立的在办这个罢免吗？罢免是会影响到国会席次那你是办的机关，你可以站在一个党的秘书长的讲法去指责另外一个党，谁会相信你中立啊？而且我一直认为说中选会主委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就那一天有一个委员在质询他的时候，问他就是办伪造文书标准啊，问他说像那个黄建斌，就台东的黄建斌的联署书也有唐太宗或者是那个唐玄宗，要问他这样有没有伪造文书。结果主委居然回答说：“搞不好有人是姓唐名太宗。”天哪，我觉得还有卫子夫，卫子夫，你怎么会这样子回答？那个不止唐太宗，还有唐玄宗，什么一大堆。还有卫子夫，对什么？重点其实人家联署书上写的是李世民啊，不是写唐太宗。只是说主委怎么会这样随便乱回答？你有把罢免这件事情很当一回事吗？那当然，大家也会觉得司法依法论法有伪造文书，那当然是不对的行为，该办就办。可是法律也有讲究刑事程序啊，还有就是一定的比例原则嘛。过去有没有在办伪造文书的时候是这样子办的嘛？以前那时候韩国瑜的伪造文书，那个时候也被检举说罢韩国瑜伪造文书，检察官说这个东西是罚结果犯啊，因为伪造的过程已经被踢掉，没有影响结果，所以不办啊。徐宇珍为什么去质询李进勇，把他40年前那个伪造文书事情翻出来？因为就是要讲说，你看你那时候也是伪造文书，你为什么无罪？就是因为你的伪造文书没有影响到结果嘛，所以没有事啊。那今天所有的不管是从北到南，司法在办国民党的部分，哪一个没有被踢掉？都被踢掉了，也没有影响到结果啊。那为什么现在每一个几乎都被收押？这就是有在影响嘛。所以现在
徐介委员也有被罢免啊，但是他领先人被收押了，所以他现在老神在啊。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这边新北市，我们也是你就所以正面处理，然后所以老神在嘛，然后司法的部分呢，把我们国民党的党部的主委啊、书记长都抓了嘛，所以你这些人要帮我们反罢，人不见了。然后呢，要罢免绿的呢，人不见了。跟我罢免那个他有承认啊，他有承认他是抄的比例原则，比例他有承认他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司法上有承认他是抄的，对嘛？有抄嘛？但是有没有要被抓嘛？这2件事嘛，这叫比例原则嘛。抄在就是抄你背后是你自己主导，还是有人主导？不，你当然要问啊。还是听不懂讲。我说你是好，他有抄，那他该怎样给这样？但是一定要羁押吗？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嘛？还有侦办过程当中有没有扩大举办嘛？这些当然，大家现在质疑的是这一件事情。如果他完全是他自己做的事，他可能不用。你刚刚讲，但是如果他背后有别人，不是你根本就没有在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嘛？怎么会没有？我讲是比例原则嘛？有没有超出司法侦办的手段嘛？你背后有人，我要查出来。对不起，第3件事情，像现在去查台南了哈。民进党一直讲说，像我刚刚讲说，以前是罚结果犯，就伪造文书罚结果犯，为什么现在罚行为犯？民进党一直说是因为都是怪翁小玲啊，其实也不是翁小玲提的，是徐宇珍提的。因为徐宇珍不是有修那个法吗？所以才变成行为犯。今天南检起诉了那些台南市党部的那些党工，没有用那个新法，全部都是旧法，所以到底跟行为犯、结果犯有什么相关？而且那个南检的那个起诉书里面有一件事情很可怕，他说他们要针对台南市党部的其他成员，还要翻案调查，这个在讲谁？这一定在讲谢龙介嘛，所以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背后是要跟翁小玲一样说可以不用查，到此为止了。翁小玲说：“我什么时候讲过？”翁小玲说：“其实这个要等过后再来说，现在不要追究。”我刚刚不是你的意思也是跟他一样吗？不好意思，委员，我刚刚在讲话，你是不是都没在听啊？我讲的意思应该很清楚吧？我讲的是比例原则。对。那我讲的是我讲的是比例原则，犯法要不要查？我讲的是比例原则。翁小玲讲说，过去有没有这样子？你要不要认同？有没有这样子伪造文书就收押嘛？所以你要不要认同翁小玲的意见啊？这个刚刚当然了国民党现在发生这样的状况，民进党这个的态度就是说你们就有犯罪，难道不用抓吗？怎么样？犯罪不用关吗？不是，为什么叶元之就可以轻判呢？认作检讨改进还钱请求轻判？是啊。这个没有钱。你在开会的时候去见了吴乃仁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呢。你高虹安的事你怎么讲？柯文哲事你怎么讲？我跟你讲，我们就事论事了哈。为什么大家在野党？我们通通赞成法律公正审判。在讲说比例原则，高雄罢免韩国瑜那个案子其实光那个案子已经让你们所有的论述就死了。为什么我这样讲？他没有办法做查核的工作，高雄办北，他剔除了有问题的联署，不影响结果，就这么简单。他大概有国民党被抓到有问题了。高雄罢免韩国瑜的死亡联署大概有0.03%，这个是事后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上任那一天就连署了1万多份。现在的我说的 total 是0.03%。国民党现在的都是3%，国民党现在都是3%，还有造假是死亡联署。今天你打一个人跟打3个人有什么差别吗？一样是伤害罪了。今天我们在讲的是司法对待这件事情的标准。为什么这些党工被羁押的是这么的容易？说真的，这个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动不动我看到新闻国民党这个10个被收押，那边6个被收押。如果这些党工坦白讲有做错，有做错就没有问题。他也没还钱，也没被关啊。但我真的认为我们换位思考，我认为这些国民党党工到现在在里面应该是觉得莫名其妙。国民党都让年轻人没有想到说国民党大科的谁出来联署出现瑕疵，让年轻人去担。杨来劝。我真的觉得，到现在为止还在这个争辩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小罪大半是事实，就没有人说他没有罪。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许智杰委员一直要咬定说你没有说，你就说你说这不是罪，大家都知道伪造文书是罪啊，这就是伪造文书需要到这样子铺天盖地的约谈，然后不断的去羁押，羁押完的话，连他认罪之后都还不行，交保之后还要再去把他羁押进来。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已经到了，就是真的是不符你比例，你的认知过度了嘛那你说刚才子轩讲到，就说上次韩国瑜的例子真的是堵住了所有的嘴巴的，因为他的例子。就是因为也是被讲到说伪造文书，也是说指控说有这个死亡联署，但是检察官就不起诉嘛，而且检察官还说你要人家怎么去辩，你要人家这个联署罢免韩国瑜的人怎么样去辨识他是不是伪造文书呢？所以他觉得没道理嘛。那所以同样的状况现在也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事实上不应该去做这个伪造文书，他不应该去。坦白讲，有些人他连去腾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他都没有办法去确认，不是吗？好，但是他如果说他真的不小心抄了是错的话，他有伪造文书的轻罪，但需要到现在铺天盖地这样去做吗？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路谈下来，坦白讲了，我跑新闻那么久，有到这样的说，已经超过6个县市、7个县市大搜索的。你除了过去那个时候，台湾很多每次呢选举都要去贿赂，有没有？都要去买票啊，干嘛的？结果在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哇，各县市这样子呢，这个动刀动枪的去查会，再来大概就是在戒严时期了，就只有在戒严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我想民进党党外时期，你们深受其苦，不是吗？什么叫小罪大办？就是这个样子办啊！你随便只要骂一下蒋经国、博洋坐了多久的牢，不就这个样子吗？什么叫罗织罪名？明明就是个小事情，你妈讲的跟那个滔天大罪一样。那问题现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吗？那你今天这个赖清德还在所谓的欧战的时候，还去奢谈我真的觉得这叫伪善。我说这叫伪民主。今天如果说你反战是一致的标准的话，那就是大家佩服你。我们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今天你只反中国不反美国，只反这个中国不反以色列，这叫反战吗？同样的，你今天在讲罪犯的时候，你今天对韩国瑜是这个标准，今天对于其他的国民党的立委是那样标准，这叫同一个标准吗？所以我觉得讨论事情不要这样讨论。如果这样讨论的话，台湾就没有民主了。台湾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不叫做一个真正民主公开的辩论了，因为你是拿一些事情去。就是我讲 A， 你讲 B， 我讲 C， 你讲 D，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啦。我觉得这样，而且坦白讲，今天如果说如你所说的，今天要什么道歉、认错、改进，然后就可以放掉，是这样的吗？那刚刚你讲了，陈水扁没有道歉，陈水扁也没有改进啊，那他现在一样在外面跑照，不是吗？那如果今天如果昨天朱立伦说好，对不起，我们确实可能有些人他误抄了这个名单，你们就不办了吗？通通人放出来吗？所有的罪行都取消吗？是这个样子吗？今天如果今天假设我是朱立伦啊，我跟全国人民道歉。今天朱立伦是政治的事情，如果你们今天觉得国民党的主席不配当主席是一件事情，这法律怎么办是另外一件事情吗？我们的司法检调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呢？伪造文书是不对的，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当领衔人啊，所以呢，他有犯错有犯错，我们也希望他轻判但是。这是国民党，其实各县市都有这个伪造文书的例子。这个因为你们那么早开始联署，所以你们才有这么多时间，我跟大家抱歉。所以你的意思是要照你这样做就不会羁押吗？所以这条线是你画的吗？这些羁押都是因为没有照你这样做，所以才羁押的吗？我在猜这样子，所以检察官羁押是因为朱立伦没有道歉。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笑死人了。好，那么国民党这个被罢免的2阶收件，今天到了27件啊。那洪孟凯是全国最高票，那他这个收到的要罢免他的2阶54916份，也是全国最高的啊。所以呢，原来呢黄建豪是最高的，现在呢变成洪孟凯是全国最高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巧芯2阶段达到178%最高。罗志强152%，李彦秀142%，其实都很高，不要小看这个。比如178%来讲，因为达成率是10%就过2阶嘛，加上1阶的1%就是11%，门槛是要11%，但是已经到了2阶的178%。换句话说，如果10%的话，就已经2阶就差不多18%了，再加上1阶的1%就19%了，25%就可以把它罢掉。你认为这个178%离25%有多远了？没有多远了。因为再加上1阶的这个10%，1阶的1%，就已经到了差不多188%了，所以其实是蛮高的，250%就可以罢掉了，所以换句话说，现在25%嘛，现在问题是，他反对罢他会不会出来投票？而且你出来，你还要超过1阶的，1阶的25%，超过那个对这个要罢他的25%了啊。那徐巧芯很有信心说，我一定会赢啊，我一定会赢啊。那会不会赢？其实就是因为我讲我罢免是仇恨动员，所以呢，要罢你的、恨你的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爱你的、支持你的，有没有爱到那个地步？有没有非出来投不可？那就是所谓这个被罢不被罢的关键哈。那另外呢，朱立伦曾经说做了民调，台北市5个国民党委员都很安全哈。但是我当时有讲，我说不能看民调了，这个东西不能看民调
哦，就跟当时吃来猪等等哦，民调都反对吃来猪，投的结果大家吃来猪了。哦，结果跟民调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因为很多民调在家里啊同意啊，不吃来猪，他没有去投票啊。哦，所以呢，这个现在在代主委了啊，黄旅被关了嘛，现在代主委戴锡清议长，他也说哦，他说其实不安全。朱立为什么讲这话我不知道，可能是安慰大家。但是问题选举这个是不应该讲这个话的，因为选举要有危机意识。你如果觉得大家都安全，大家都不去投票了。选举的候选人最怕你说我安全，都会跟你说我就差你一票，我就差你一票。选举最怕那个民调最高，最高的时候可能就落选了啊，因为尤其他们选议员是多选嘛，复选制，好，所以呢说安全其实不见得好了哈。可以，我想他的用意是让大家安心啦，不要这个丧志了啊，不要。尤其这5个立委不要因此呢就觉得灰心了，觉得没意思了。但是呢，还是要小心啊。戴锡清比较老实的。那另外呢，这个27席现在已经送件了哦。那民进党一共35个通过一阶嘛，27个已经送件。那我说是不是已经截止？说还没截止，因为呢还有，因为今天才5月8号嘛，还有到5月23号最晚的林佩祥，很多是5月11号的、5月12号的。5月13号的11、12，这都还没到期。这边有5月13的，都还没到期。所以呢，到最后他们还在拼啊，最后希望能够这个超越这个标准啊。我们看一下。合体送件第2阶段连署书罢免徐巧芯达成率北市最多，达到41201份，占罢免门槛的175%。对此，徐巧芯表示尊重，说人民眼睛都是雪亮的，自己一定会赢。而北市罢蓝团体完成送件罢免王宏威连署书破171%，至于罢免赖士葆份数也送出3万多份。该来的总是要来哈。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位委员也都做好准备啊，准备全面迎战。但罢团到选委会送件这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刚好在楼上举办里长座谈，动线刻意错开，工作人员连楼梯口都有步数分配。那蒋万安防线是否如朱主席所说，5位台北市立委都安全？一定会全力支持台北市国民党的5位立法委员，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赖元之。我觉得国民党的2阶要过30个以上，这不是很难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是都看那个谢国良的例子啊。因为谢国良他当时是基隆市长，那他照理来说他有市政资源，在基隆实力很强。那2阶本来一度没有人在管他，因为那时候大家讨论柯文哲，结果忽然间民进党的力量介入之后，2阶就过了嘛。那所以现在全台湾都是民进党在大量在协助啊，比如说以我那一区还有里长跟我抱怨说，他民进党议员要他去联署，他压力都很大。所以只要哪一区民进党力量有介入，以谢国良那个案例来说，要过都不是很困难。所以我预估应该大概是30席以上。但现在关键就是大家都在准备那个第3阶段的投票嘛，就是要大家要出来投不同意票。那这件事情是比较辛苦，是因为真的大家都对于投票的规则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人家说那怎么办？我们都要说那请你出来投票，然后他其实都要解释半天。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投票的动力啦，就是说除了出来投，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是蓝绿在恶斗啊，跟他没有关系。我觉得要把那个价值升高到，比如说这是一个对于赖清德的一个不信任投票嘛，就是赖清德他上任1年以来，你想想看，到底我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除了都在搞意识形态或罢免之外，在立法院开会不开会，每次民进党的立委开完会都要喊一个大罢免大成功，人家选你出来是搞罢免别的党的别的选区的立委，就很莫名其妙啊。那大家是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政治是这样吗？然后你们把立法院搞乱了。我们也觉得你们把立法院搞乱了，但是大家到底谁乱？在去年的选举的时候，选民就做出抉择嘛，没有人要透过罢免来翻盘嘛，这是输不起嘛。那大家认不认为这是一个输不？这么搞了？我们也觉得你们不能这样子搞啊，这是各有立场嘛。我们也觉得你不能这样搞嘛。立法院会这么？那选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做出抉择了嘛？那民进党要翻盘嘛？那大家可以接受总统都不干正事，都要搞这个吗？庆祝欧战。我看到网友看到那个新闻说赖总统庆祝欧战，很多人都说关你叉事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干正事？你要去进入欧战呢？那欧战是5月8号结束啊。那请问一下，过去你赖清德你在8月15号日本投降的时候，你有没有庆祝过嘞？怎么你对于欧战重视程度比那个日本投降还重视呢？欧战虽然结束，但那时候台湾人都还在当兵呢。
都还在打仗，还有死伤那你对于战争结束你都漠不关心，结果你进入欧战，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搞这些意识形态，但是治国呢，食衣住行娱乐的东西呢，你有重视吗？所以我觉得大家透过一个不同意票终止这一切，希望总统可以回到他总统的高度跟样子，所以是为民主而投啦，所以请大家要出来投不同意票。来，香龙，我觉得袁志刚这段讲的不错，就是回到最基准点，就是我在看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学政治啊，虽然我从来没有去参与过任何实质的政治职位，但是所有的政治训练都告诉我们，它不只是愿赌服输，而是你服从你的制度当中的权力逻辑。选举的结果，当你在立法院失去多数的时候呢，行政院呢向立法院负责的时候，你必须要展现出你的协调能力。就像是台湾的这么多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在地方势力的强大，不只是县市长，而是即使是绿营执政的县市，国民党在议会里经常也居多数。请问你当了议会居多数的时候呢，这些深绿的县市长是如何在自己执政县市，比如说高雄，你是怎么运作的？不就是协调吗？不就是好好的一样的展现你本身的政治当中的灵活的手段？为什么碰到就国会的时候，基本上面呢都是婚姻茶给比较，就是我今天行政部门端出来菜，你要不然吃，要不然就不吃。中间呢几乎没有任何弹性的空间，朝野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立场已经尖锐对立了，互信呢本来就非常的薄弱，选举呢每次都留下很多的不愉快，情绪跟气氛本来就不好。我说没有人搞气氛的情况下面，大家就回到呢权力的法则上面。但是今天呢要用呢大罢免，我不是说罢免不可以，在制度上面也可以，可是这样做有没有后遗症？这样做对吗？这样子的今天呢当立委的，他们都是2月份才刚上来的，就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才1年多一点点而已。赖清德呢就任都还不到1年，就在发动罢免。这样的情况，我说了，你看看法国，就是许多过去我们所强调台湾的制度比较偏向于双手掌制，因为你的行政院长没有复议权，没有呢立法院的复议权，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团乱，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的尖锐对立瘫痪了之后呢，好像也无所谓。这个时候呢，需要的是你的政治智慧。你的政治手段迁就呢？你知道你自己只有40%当选的总统，你在立法院你们没有过半，那你要怎么办？拿出的是你的手段，而不是说我再去煽动群众，然后呢把它当作是一次亲中跟反中的大表演。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不就是不断的在演这出戏嘛？看看呢有任何两岸当中的冲突，赖17条出来了之后，两岸之间有任何的紧张，中美之间有任何的对立，区域当中的紧张，都成为呢大罢免的柴火。你不会觉得荒腔走板嘛？你不会觉得莫名其妙吧？你作为政治人物，当你选出来呢，耳奉耳录、民脂民膏的时候，你不羞愧吗？谢谢，再回来。好吧，这个徐巧芯又报东岸的风电计划哈，说郭志辉是不是图利崇越的相关企业了哈？那徐巧芯呢说，不但图利，而且呢破坏台东的景观哦，因为东部嘛很美啊，东部那个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哈。那郭志辉说压抑啊，说呢县政府都不同意，经济部会通过啊，表示说你地方政府同意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崇越公司也说，他的子公司没有涉及开发东部的风电啊，只有担任环评的顾问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请 AIT 吃饭，到底这么假公济私？郭志辉是我自己出的钱啊，你如果说我图利，请提供证据给我哈。那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奇怪了，洪申翰当时曾经讲哦，找个发票有那么难吗？哦，那换句话说，那郭志辉是把发票拿出来看，你发票开给谁嘛？是开给经济部啊，开给你自己，还是不开，还是怎么样？你总是要吃饭要开发票啊，哦，那到底怎样啊？那这个王世坚说啊，郭志辉很努力了，有努力就好了，不必下台了啊，等等等等哈。所以呢，
当然，今天也有评论讲了，就算你郭志辉花自己钱也不可以啊。如果你不是经济部长，那人家会来吃你的饭吗？对不对？这个可以这样子吗？哦，那因为今天如果川普说你们都到我湖海中原来打高尔夫球，那去了媒体的报道或是大家传，那这样的话不是替你做广告吗？收不收钱是一回事情了。好，另外如果说你宴请 AIT 是公事，就公家出钱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名正言顺，干嘛你自出钱呢？中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看一下。顺着公路行驶能瞭望海岸线，但这片台东沿岸被业者锁定，要从成功到长滨设置25部风电机组，让在地民众群起反弹。台东乡亲绝对不会同意任何缺乏共识的风电开发案。身为台东的在地立委，我绝对不允许任何的黑手想借着风电之名来台东掏金。蓝营暗指背后有黑手操控，负责这项计划的东成电力公司也被徐巧芯爆料和经济部长郭志辉创办的崇越科技有关系。现在东成科技的筹备处的总部就是在崇越科技。徐巧芯发现东成发电的筹备处电话和地址是光宇公司，代表人恰巧就是崇越副董赖山贵，而光宇早在4年前就被崇越董座郭志辉花4.4亿买下，并持有78%的股权，质疑郭志辉是预谋犯案，图利崇越。那是不是经济部长认为自己做的不久了，那就赶紧的从里面捞一笔，然后呢，还是最后回到崇越科技公司？这样的一个指控，我觉得非常的讶异。这个风力发电，县政府如果不同意，经济部也不会通过。重申经济部立场，但摊开光宇得标的政府标案都与经济部辖下的台电有关，也只有1到2家厂商公开竞标。我们结盟以后，我觉得反而变少。郭志辉卷图利风波与老东家的关系也被一一放大解释。好，蓝轩。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当然就是说郭志辉的整个所言所行，我觉得他有一点避重就轻了啊。比方说，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 AIT 的部分，刚才赵先在问说，那他如果说是为了公事的话，那何必花自己的钱？对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啊！今天如果说是为了公事、为了经济部，甚至为了现在的关税相关的事情，我们的经济部长去包打听一下，了解一下美国的底牌是什么，了解美国最后的底线是什么，那我觉得非常棒啊！那你何必花到自己的钱呢？那但是你偏偏不循此途，而且你花自己的钱，而且是在晚上的时候还要请吃饭，然后还要到自己崇越所开的餐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崇越集团会有餐厅啦但总而言之是崇越集团开的餐厅，你不觉得很诡异吗？就显然你谈的不是公事嘛，那如果不是公事的话，你可能要建立司仪。那为什么你要建立司仪呢？我想这不是实际上就是很大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嘛。因为坦白讲，你经济部长能够当多久呢？就算这一次520呢，这个主任台部把你换下来，那问题是接下来你能够当4年吗？不见得啊。问题崇越要做生意，做的时间可长了呢。他的实验去看它里面有半导体的，有太阳能的，有这个电子产业的，很多其实日本市场、美国市场都很大很大啊。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要突然之间跟 AIT 的人吃饭？而且要用自己的钱，而且花22万吃饭，还不是说我请你吃个饭，吃个5000块，吃个1万块都蛮多的了。花22万请他吃东西，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要请这么贵的饭？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哈。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要讲他这个东部其实因为我们都很关心环保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彭启明环境部长还特别出来说，有厂商在东部要开发风力发电，但是的话呢，风力的就是东部的地方呢，这个海岸平原很窄所以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稍微去盖，会影响到相关的农地，会影响到相关的居地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所以几乎没有那样的一个半径范围可以让你去盖风电的。就他出来很直接讲他反对东部盖风力发电。这2天出来了，徐小金出来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是那个吗？他就是那个案子吗？他说这个叫东城嘛，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时候彭启明并没有讲说要在东部开发这个风力发电是哪些公司好，那如果是的话，那你说不糟糕吗？好，那如果就算不是，他说我不是这个东城，我只是什么光宇去帮你做什么环境评估，他可能意思是要解释说我不是一个去新建方，我不是要去包这个案子，我只是帮这个包案子的人去做环境评估。但是你是经济部长啊，你不知道国家的政策吗？你不知道东海岸的美丽吗？当
当初美丽万年是怎么样挡下来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要去破坏东部的美丽的海岸，你觉得你是这个经济部长，你就可以不要管环保吗？就说啊，我只是做一个环境评估而已，这样子对吗？世轩，不，做风力发电不是不行，如果你可以把台湾需要的电量补起来，大家没话讲。那重点就是风力发电，你花了一堆钱，一支就是多少亿。插在那个地方，你发出来的电到底要多少年才回本？更何况东台湾，其实这个新闻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观察一阵子了。其实，在 IG 上面有一些居住在台东花莲的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工作旅居的年轻人，他们拍了很多很精美的影片，在讲台东，在讲花莲这个东海岸的这个故事，然后再讲说，接下来有可能都要变成这些风电了。这些年轻人在做这样的运动，其实已经好一阵子在发酵了。那在徐小新委员提出这件事情之后，我认为，当然第一个，郭智慧回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很讶异什么？企业体太大了，有投资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很讶异。然后地方政府甩给地方，那你地方如果不会过，我中央也做不了啊。那如果地方过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发言。那我们真的要去想的是，如果你这些不管绿能、再生能源没有办法补足台湾的电量需求，你到底在台湾长什么样子？之前我从这个嘉义骑水上摩托车到澎湖，跨过台湾海峡，你知道有多少的风场？然后这些风电插在那个地方，动也没动，我也看不懂这到底在干嘛。我们国家真的要花这么多的钱在这个上面吗？我想我也不赞成了哈，就是在台东盖风力发电。因为坦白讲，我对花东觉得那一片美丽的地方不太适合。这个当然见仁见智，可能花东的有人会觉得说，我要多开发成更繁荣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宁静跟美是西部所跟不上的，所以我个人的价值，我比较希望说那里是保持那样子一个美丽的海岸。原子风力发电就是会有那种低频的噪音其实很多人都不太能接受，而且风力发电的购电成本很高了。那当然，我觉得民进党为什么要一直发展风力发电，当然就是因为能源配比问题嘛，这个就是老议题，他们就是不愿意用比较便宜而且稳定的核能。我觉得郭智慧一直在做一些瓜田李下的事情譬如说崇越有在美国布局，所以他宴请 AIT 到底是于公于私。譬如崇越自己是半导体，然后他每次出国，他去日本就去看人家台积电的熊本厂，他去德国就去看台积电的德国厂。他到底是关心台积电，还是关心说崇越跟台积电之间的竞合关系？所以我觉得郭智慧到底是假公济私，还是他真的是关心台湾的产业？我是打一个大问号。像我们今天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虽然不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始对